哥，银行只差你一个签字。你堵厂门口就为这个？我不来这儿，你肯见我吗？先把茶拿回去。不是让你拿钱，那你让我签什么？担保手续多少钱？上车说。30万。30万叫手续？哥，别站门口说。店要搬，新门面已经看好了。现在那间不能做，太小，客户一进门连样品都摆不开。你手里差多少？差的是银行认可的担保条件。说清楚。银行看我流水够，就是要一个有稳定工作的担保人。所以你看中的是我的正式工作。我想到的是你这个哥。担保人要承担什么？我按月还，你什么都不用承担。我问的是还不上呢？不会还不上。万一呢？哥，你别一开口就咒我。这不是咒，是合同。你先看这个，这几个项目一落地，别说1年，半年我都能结清。合同呢？正在走。定金呢？熟人介绍，跑不了。没合同没定金，你就算成收入。做生意不能等钱进账才敢动。你现在外面欠多少？10来万正常货款。信用卡？几万。私人借款？没有大额。没有大额是有还是没有？哥，我开店7年了，人店货都在这儿。银行为什么不直接贷给你？个体户收入不稳定，规矩死。李小梅不能担保，夫妻不算。姑妈呢？她没固定收入。还找过别人吗？亲戚里，我第一个想到你。1楼卖货，后面做仓库，2楼隔办公室，工程客户来了也有地方谈。1年租金多少？18万。你连贷款都没批，就敢先谈？机会不会等人。2个小区刚交房，谁先把店开起来，客户就是谁的。报价单没签，门面也没定，房东只给3天，3天之后呢，就租给别人。哥，我不是让你替我还钱，你有正式工作，帮我证明一下信用。担保不只是证明信用，可贷款是我借，钱是我用，还款也是我的。合同怎么写？银行统一合同。先把合同给我看。签约当天银行会讲。我回去跟秋芳商量。先别跟嫂子说。为什么？她一听担保肯定先怕。她是我妻子，所以才别让她白担心。等我正常还2个月，你再告诉她。我还没答应。银行时间我已经约了。什么时候？后天下午3点。赵志强，你替我做决定。哥，我的生路就差你这个名字。后天下午3点，别迟到。哥，先坐。平时过年都没这么丰盛。一家人吃顿饭还得有理由。当然有。志强让我担保的事儿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表哥，先吃饭。饭先不急，把担保的事儿说清楚。就签个字儿，哪有那么多可说的？30万出了事儿，你们谁替我还？真有问题，我自己承担。怎么承担？店里的货、客户回款都够。我要数字，不要保证。现在就这些。信用卡呢？正常使用。欠多少？几万。私人借款？没有大额，都没准数。做生意每天都有进出。你让我承担30万，账却只能看1条。旁边2个小区刚交房，订单一来，贷款很快能还。订单合同呢？都在谈。定金也没收。熟人项目，谈成再走手续。凭这些，你就保证1年还清？哥，你是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家店？担保看还款能力，不是谁跟谁亲。一家人吃饭，你非把志强问得像骗子。真当他是骗子，我就不会来。那就签。先把全部债务列清楚。店里的账1句2句讲不完。银行签字倒只要几分钟。你发高烧，是谁背你去卫生院给你交资料费？姑妈，这些我都记得。志强只求你帮一次，你却先问他会不会害你。担保不是看人品，是银行真能找我负责。银行不会找你。合同不需要担保人，合同只是按最坏情况写。你能保证绝不发生？能。30万元贷款由我赵志强个人使用，本金、利息和经营风险全部由我承担。周建国只办理担保手续，不参与经营，不拿利润，也不承担亏损，绝不连累他妻子和女儿。这总可以了吧？将来认吗？我自己说的话当然认。店和贷款都是我们夫妻的，由我们偿还。姑妈也保证，真有困难，我卖东西也不让你出钱。口头保证不能代替合同。合同还没签，怎么拿给你？
至少让我先看模板。银行统一格式，签约当天会讲。那就看完再决定。哥，后天下午3点，别忘了。我没答应，先去听银行解释。听完也不一定签。门面定金已经交了，我没答应你们，为什么先交？房东只留3天。谁的钱？我的养老钱。姑妈，您拿养老钱赌我会签？别人不帮，亲表哥总不会不帮。这是让我考虑，还是逼我签？哥，你不签，这5万养老钱就退不了。那也是你们没等我同意。算姑妈求你，别让我这5万元成了笑话。钱、利息和风险全部由我承担。集训费2万8，奖金到账就交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剩下的钱别动，家里留5万应急。集训费真不便宜，升学不能省。志强的门面也等不起。什么门面？志强要扩店，银行贷30万。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银行看建国工作稳定，让他做个信用证明，就是担保。赵志强昨天找过我，你答应了？还没有。合同看了吗？没有。账呢？给了张欠款清单。欠多少？10来万货款，信用卡几万。到底几万？欠多少都说不清，还敢贷30万？生意账每天都有进出，银行都要担保，我们家凭什么敢？志强又不会不还，一定能还，为什么要担保人？秋芬，我只是去听解释。听可以，字不能签。你凭什么替建国决定？他签的是全家的风险，房子、存款、心仪学费，哪样跟我没关系？贷款合同又没有你的名字，合同没我，出事就只让他一个人睡大街。哼，你就是怕志强占你们便宜。我怕的是30万，不是300块。建国，你也这么想？姑妈，担保确实有风险。你发烧是谁背你去卫生院？你在我家吃了多少年饭？以前的人情可以还，不能拿30万担保还。这是我们姑侄之间的事儿。他是我丈夫，就不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。志强一夜没睡，说亲表哥帮，他还能指望谁？我没说不帮，我是说先把风险弄清楚。风险就是这5万，你不签，我的养老钱今天就没了。这是你们没等他答应就交的。我信他不会看着姑妈的钱打水漂，所以先交钱，再逼他答应。我养他这么多年，求他签个字也叫逼。担保从来不是一个字。哼，行，怕我们拖累，我走。建国，亲表弟求你都要防着，以后还怎么做亲戚？这字不能签。5万退不了怎么办？那是赵志强先交钱的代价。钱是姑妈的，所以你拿我们家的房子保他5万？不一定会出事。真实欠款他都不肯说，你凭什么觉得不会？他给我录了保证。银行认语音还是认合同？人情可以拿工资还，不能拿我和心仪的人生还。我知道。那就拒绝。你看着我说。我不会随便签。不是不随便签，是不签。爸，你找什么？厂里明天要用身份证。哥，还有10分钟。合同先给我看看。银行统一模板到了再看。我不看清楚，不签。当然看，先上车。孙经理还等着。嫂子不知道吧？别问，我提醒你，办完以前别让他着急。今天只听解释。明白。条款没问题，你就签。借款金额30万元，用途是建材采购和经营周转，期限12个月。担保人具体承担什么？请重点看保证方式、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。孙经理，我哥第一次办，比较谨慎。谨慎是应该的，担保不是普通信用证明。听见没有？合同肯定要写最坏情况。你昨天说只是手续，正常还款不就是手续吗？连带责任保证是什么意思？在合同约定范围内，银行可以依法要求借款人或保证人承担责任。不是先处理他的店、车和货？具体要看合同和后续情况。哥，我按时还，银行谁也不会找。保证范围为什么不止30万？还包括利息、罚费、复利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。我今天不签。为什么？我想把合同看清楚。原件不能带走，您可以在这里逐页看，也可以先拍条款。房东今天等尾款，那是你们先交定金。可5万是我妈养老钱，我没让他交。
哥，你今天一走，门面和5万都没了，我妈以后怎么活？是否签书由您自己决定。建国，签完了吗？姑妈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。就1年，每个月我提前3天还，1张还款监图都不会少。这里是保证人签字，这里也要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完，前面都是同一个意思。每一页都可以先阅读。银行快下班了，哥，这里签。这页是什么？保证期间和权利义务确认，统一条款。这里按手印。周建国先生，是否本人自愿提供担保？请正面回答。是。是否了解保证合同相关责任？了解。副本盖章归档后可以领取。合同给我，银行还要盖章回档，什么时候能拿？我统一来拿，最晚后天给你。我要完整副本。放心，一页不少。妈，签完了，我还没拿到合同。合同不会跑，钱到账，我先补定金。厂里的手续办这么久，设备临时出了点问题。身份证用上了。办手续。心怡等你吃饭。您的保证业务已办理完成。怎么不走？来了。表叔开什么新店？建材店搬地方。 30万到账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在说别的生意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厂里事情多。灯网右移，办公室玻璃今天装完，怎么样？贷款刚到账就开始装修，早一天开门，早一天挣钱。合同副本呢？孙经理那边还在盖章。你说最晚明天给我。银行流程慢，哼，贷款流程倒挺快。 2楼做办公室，工程客户来了也有地方谈。房租交了多少？半年9万，装修呢？5万左右，还剩16万。你说12万进货，只剩4万周转，供应商能给账期，够用。贷款到账了吧？马哥，外面说。我等3个月了，还往哪说？钱多少？正常货款8万7，去年年底压到现在，今天先给5万，不然我去旧店拉货。 你说全部货款只有10来万，他这边占大头，贷款是扩店，还是还旧债？旧账不清，人家怎么供新货？担保钱为什么不说？这也算经营周转。5万什么时候到？今天下午，别再说明天。还有多少旧账？没多少，又是没多少。表哥，别当着供货商问这些，供应商听见资金有问题会停货。资金有没有问题，不是我问出来的。 1分钱没乱用，给马老板的5万算哪项？进货那是去年欠款，清旧账，他才肯发新货。付款凭证呢？有些现金，有些跟旧账一起结，不好拆。 12万新货买了什么？瓷砖、卫浴、五金都在这儿。怎么只有报价没有收款章？货还没到齐，钱却已经算花了。做生意要先订货。合同副本什么时候给我？忙完开业。哥，内部表别外发，我自己留。你怎么跟查账的一样？ 因为我的名字在贷款合同上。志强，李浩来了。什么东西？运输车资料。店里要买车，我准备接工程运输，跟贷款什么关系？以后店里送货方便。这辆车要付多少定金？几万元定金，从贷款里出的。店铺运输安排。车登记谁名下？当然是我。店里出钱，车写你的名字。我跑运输，分期也由我还。哥，客户都在外面，别让人以为我资金有问题。到底多少钱？ 以后再说。12万，12万到底干什么了？给李浩买工程车。你给我的表上写的是首批进货，车也是经营投入。车登记在谁名下？李浩，贷款是你的，担保是我的，车为什么是他的？他跑运输方便办分期。12万是借给他，还是店里投资？ 一家人分那么清淡，银行跟我分得很清。车以后主要给店里送货。写下来。写什么？12万的性质，什么时候归还？车归谁？哥，你现在连我7弟都防。我防的是合同上的30万，首付款12万，剩下的分期我自己还。车以后挣的钱归谁？
我跑车当然归我。你刚说这是店里的经营投入，他给店里送货可以少收运费，少收多少？看每趟距离。没有协议。都是一家人，还签什么协议？担保时你们也说一家人，现在12万从贷款里拿钱，必须留字据。你是不相信我？你把车登记到我名下，我就不让你写。写借款，2年内还清。不是说合作吗？最近赵志强怎么不来找你了？店开起来了，忙。担保的事儿他没再提。没有。你没签吧？都过去几个月了。我问你签没签？厂里的消息。银行为什么给我发逾期？账户少了点钱，少多少？8000左右。今天是还款日，你现在才知道？客户尾款晚了1天。 6个月都正常，怎么突然差8000？做生意周转一下很正常。什么时候补？明天。确定？就1天。哥，别一条短信就紧张。哥，补上了，就晚1天。我说没事吧？钱从哪儿来的？客户尾款。哪个客户？你又不认识。以后还会不会再逾期？不会，今天有空来店里看看。我又签了2个工程。合同签了吗？都已经开工了，还能是假项目？怎么样？又买车了？二手的。工程车还没还12万，你又买商务车？谈客户总不能开货车去，哪来的钱？分期。请进。每个月还多少？几千块，2个工程就挣回来了。这个小区26套精装，还有这个酒店翻新，光卫浴就10几万。合同呢？工程负责人压着盖章。回款时间呢？按进度结。定金收了吗？熟人项目不会少我的。你这里怎么全是效果图？工程还没完工，当然先看图。店里现在几个人？6个，马上再招2个业务员。工资每月多少？正常市场价。工资按时发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赵老板说工程款一回来就发，这个月还没发，晚几天。员工工资也叫正常周转。去把样品摆好。哥，你是来看生意还是来查账？银行短信已经发到我手机，我不能问。那一期已经补了，补上不代表问题没发生。表哥，新店刚扩大，钱都压在项目上，过了这2个月就顺了。上个月你们也说下个月就顺。做生意哪能像厂里发工资，每月1号1分不少。小陈，叫人卸货。赵老板，马总说先结账，不是说月底一起算？您旧账还差3万7，今天款不到，货不能卸。你先卸，我马上联系马哥。我只听公司通知。马哥，客户都等着呢。上次5万只够压旧账，剩下3万7不到账，1张都不借。再给我3天。你每次都是3天。你不是说旧账已经清了，还有一点尾款，3万7交1点，你非要在客户面前说？货送到门口都卸不下来，还怕我说？先别走。哥，今天的事儿别告诉任何人。马老板的3万7结了吗？过2天。第一次逾期的钱是哪个客户付的？已经补上了，还问这个干什么？你说是客户尾款？对。哪个客户？周建国，你现在是不是每一笔钱都要审？只审贷款，贷款已经正常了。正常为什么不敢说回款来源？表哥，昨天那笔钱是我先刷卡补的。你说这个干什么？不是客户尾款，客户款还没到，我信用卡还有额度，就先周转一下。刷了多少？8000。信用卡什么时候还？下个月。拿信用卡还贷款也叫正常？钱补上就行。这不是补上，是把银行的钱换成信用卡的钱。给我看一下。这是我个人账单。你们拿他补我担保的贷款，就不只是个人账单，你没资格查他的卡。那你给我客户回款证。工程款月底到。哪笔工程？酒店翻新。合同呢？还在盖章。上个月就说在盖章。你看，客户昨晚还催我要材料报价，这能证明回款？至少证明项目是真的。项目是真的，不代表钱会按时来。表哥，就差几天，您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。第一次逾期时，你们也这么说。
你记这个干什么？留清楚，一家人之间也需要留证据。银行已经在给我留记录了。谁一直发消息？厂里通知，给我看。真是工作群。周建国，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我先接个电话。为什么整期没还？工程款没下来11868，一分都没存。店里今天发了工资，你不是已经拖了员工1个月？所以更得先发。李小梅信用卡呢？抓满了。李浩的车呢？车也要还分期。你拿贷款给他付12万首付，现在银行扣款，他为什么不先还你？车是他的，不能影响他跑活。那就能影响我。哥，你先别告诉嫂子。他已经看到短信了。你就说银行系统无法。你让我继续骗他？我明天能凑一部分。全部什么时候补？月底。今天才月初。那你先帮我垫一期。你说什么？1万多，对你不算大数，先替我把银行稳住。哥，银行找的是咱们2个人，你也不想事情闹到厂里吧？把手机给我。刚才谁让你垫1万多？你先听我解释。手机。你签了？签了。什么时候？6个月前。6个月？你骗了我6个月！前面一直正常还。正常还，你就不用告诉我。真出事了，我才配知道。我想着1年很快就过去。你想的是1年，合同写的是30万。爸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回去写作业。合同呢？赵志强一直没给我。你签了30万，连合同都没有。银行当时解释过。解释了什么？连带责任。还有呢？家里一共多少存款，你知道吗？12万左右。扣掉新一培训费、明年学费和应急钱，能动多少？几万。赵志强一张嘴就让你拿30万去赌？不是赌。账看过吗？没有完整账本。贷款怎么用的？9万房租，5万还旧账，12万给李浩买车。给七弟买车。写了借条。车在谁名下？李浩。贷款给别人买车，银行却来找你，这就是你说的正常？哥，钱转了吗？还没有。嫂子也在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不是说绝不连累我们吗？嫂子，这次就是临时周转。第一次逾期用信用卡，第2次让担保人还，下一次准备用什么？月底工程款一定到。合同拿出来。客户资料不方便给。贷款合同呢？还在银行归案。半年还没归完。银行流程慢。那就让银行催你。嫂子，真拖下去会影响建国。现在知道影响他了。先把这一期补上，3天，我3天内还给你们。口头说不算。那我发消息。写清金额、用途和归还时间。行。因本人贷款本期资金不足，请周建国代为偿还18元，3日内归还。从你的卡转。家里的卡余额够。不能混，转账备注写清楚，不要少1个字。3天到了。可能工程款晚了。你还替他找理由？具体哪天？什么投入？刚借到手的钱，他已经准备换名字了。哥，再缓几天。3天变几天了？第6天。钱没还，银行提醒到越来越多，别只打电话，发文字问清什么时候还。他说过的话可以改，时间和记录改不了。昨天说5万8，今天怎么变成6万4？昨天漏算了运输和安装，报价单上明明写着全包。员工写错了。一晚上多6000，我不做了。报价为什么1天1个数？材料涨价。客户说是你漏算，生意上的事儿你不懂。贷还的钱什么时候给我？今天催，明天也催，钱又不会自己变出来。你答应3天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银行的还款日不会跟着你的计划变。这批货怎么退了？客户说颜色不一样，仓库拿错批次了。工资发了吗？又问工资？上个月还差一半。不是说月底补吗？房租也到期了。先干活。贷款逾期，员工工资欠着，供应商也不给货。你说的项目回款到底在哪儿？外面欠我的钱比我欠出去的多。应收款清单给我看。不给。为什么？客户资料是商业秘密，店铺流水呢也不能给。那你让我怎么判断能不能还？你只负责担保，没有资格插手。我怎么经营？字让我签，账却不让我看。担保是担保，经营是经营。银行找我的时候会分这么清吗？把贷款合同给我。还在银行。半年了，还在银行？我忙没去拿。我自己去。没必要。为什么没必要？合同都是统一条款，
统一条款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肯给？你现在拿到合同，除了吓自己还有什么用？至少我知道自己签了什么。你现在去银行乱问，客户经理会觉得我经营出了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不是我问出来的。你要把银行也惊动。第一条逾期短信就是银行发的。周建国，你别把还能解决的事儿弄大。先把账给我。不给，那我只能自己查。身份证、担保短信、贷还记录、赵志强的保证语音。这次别只听他说，合同一页不少的拿回来。我要查询担保贷款，还要调取完整合同。您本人没有合同副本？没有。怎么了？周先生，这笔贷款不只是最近一次逾期。您刚才说不止最近一次逾期，系统里有多次扣款失败和延迟入账。赵志强只告诉我晚过1-2次，有些当天补足，有些隔了2-3天。一共多少次？目前记录里6个月中有4个月出现过余额不足，可他每个月都给我发扣款成功截图，补足以后也会显示扣款成功。那张截图看不出之前有没有失败，看不出来。还剩多少本金？22万3千多。不可能，赵志强说只剩10几万。每期还款包含本金和利息，不是扣多少，本金就减少多少。他已经还了6个月，前期本金下降相对有限。现在本期还欠多少？11868元，已经由您补足。下一期呢？还未到期，但借款人最近咨询过调整还款计划。调整什么？包括展期和延长还款期限。什么时候问的？本月。他为什么没告诉我？这需要您向贷款人核实。展期需要我重新签字吗？如果涉及保证责任调整，通常需要保证者重新确认。我在见客户。你是不是咨询过展期？就是随便问问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还没决定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贷款还剩22万，银行算法复杂。你为什么告诉我只剩10几万？我哪能每天记那么准？4个月扣款失败，你也记不准？最后不都补上了吗？拿什么补的？店里的钱。第一次是李小梅信用卡，第2次是我代还，其他2次是什么钱？你还找到店里来了？应收款清单没有整理，店铺流水不能给。贷款还款计划我自己会安排。你已经让我替你还了1期，我说过会还。什么时候？工程款下来。哪笔工程？客户资料不能告诉你。让我承担30万时，我是亲表哥，问一笔回款，我就成外人。店是我的，贷款也是我借的，可银行会找我，那也是因为你签了担保，所以我更有资格看账。没有，你只是担保人，没资格管我怎么做生意。他求你签字时，说你什么都不用管，现在你想管，他又说你没资格。银行真让我还时，我总有资格了吧？到那时候，资格还有什么用？第一次的合同还没给你，他已经准备让你签第2张了。第1份合同还没拿全，第2张已经等你签了。我不会签，这次说清楚，不看账，不签。建国，你是不是去银行查支了？银行已经查到我头上，就晚了几天，你至于闹这么大？6个月里4个月扣款失败，这叫晚几天？最后都补上了不就行了？其中1期是建国替他补的，你替他掂一点，怎么了？11868元，赵志强答应3天归还，到现在没还，就1万多。你厂里1个月工资也不少，1万多不是钱。我的意思是，志强现在更难，难的人借钱，条件好的人就该还。秋芬，大家是来商量，不是吵架。商量可以，先把赵志强的账拿来。店里的账你们看得懂吗？我看得懂本金。那22万又不是让你今天全还。我只说过银行查出剩余本金，没告诉您具体金额。您怎么知道是22万？志强跟我提过。什么时候？就这2天。他不是说账不需要告诉任何人？我是他妈。所以您能知道，担保人不能知道。现在追这个没用，最重要的是别把店弄黄。店黄不黄由经营决定。你去银行查，又去店里问员工，供应商知道以后全上门要账，谁扛得住？欠款是我问出来的。你不问，事情还能缓。原来赵志强还不上，是因为建国问了。志强现在一接建国电话就害怕。欠钱的人不接电话，反倒怪债主打得多。你不是债主。我已经替他还了1期，银行还在找我，所以更要顾全大局。什么叫大局？先让店活下来。钱怎么活？你先别追。不追，银行就不催。你可以先帮他把下期稳住。你们每家先拿2万，谁先转？
原来你们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出钱。爸，表叔不还钱，真的要你还吗？小孩子别听大人的事儿。那为什么你们都让爸爸拿钱？心怡，先回房。我的培训费是不是也要先不交？不会。那房子呢？同学家长说给人担保可能要卖房。谁乱说这些？不是别人乱说，是你们把风险带进我们家。我今天算看明白了，你们就是不肯帮志强。我已经签过一次，还不算帮？那就再帮半年。我看完整账，这次一个字都不签。爸，真的不会卖房吗？周先生，赵志强本期欠款仍未处理，银行下一步将启动正式催收。会联系哪里？借款人、保证证，必要时也会联系保证证单位。周建国，办公室电话找你。谁？银行？是不是你担保那件事儿？先接电话。我是周建国。周先生，赵志强贷款连续逾期，本期仍未足额偿诉。还差多少？借款人补入5000元，还差6868元。他昨天说已经处理，系统里没有结清。为什么打到单位？您的手机未接通，银行多次联系赵志强，他只说正在筹款。下一步会怎么样？继续逾期，银行会按合同向借款人和保护生追责。我只是担保人，具体责任以您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。您申请的合同副本已经调出，今天可以领取。我下班就去。真出事了？当初签的时候合同看清了吗？没有全部看懂。担保这东西，钱不是你拿，债主也能找你。你还差6868。我晚上再凑。银行已经打到厂里，所以才让你先稳住。我上次贷还的钱呢？以后一起算。什么时候？哥，你怎么只盯着那1万多？那是我女儿的培训费。你再帮我补6000多，结清了银行就不会找你单位。这次不可能。你不补，最后影响的还是你。贷款是你借的，别拿银行威胁担保人替你还钱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找赵志强。他出去收工程款了。哪个工程？我哪知道？手机为什么不接？见客户不方便。信用卡也还不上了。临时周转。第一次逾期就是刷卡补的，现在卡也满了，对不对？你跑到家里翻什么？银行已经打到我单位，赵志强总共欠多少？生意上的账谁记得清？账记不清，让我还钱倒记得清。哥，我晚上能补5000，剩下的呢？你先帮我顶上。我不再替你还1分钱。建国就差1000多。刚才他说差6000多，您怎么知道只剩1000多？借款合同、保证合同、签字及身份资料。之前为什么一直拿不到？合同办完后，借款人已领取相关资料。赵志强早就拿过。系统显示，贷款发放后第3个工作日已签收。请您重点查看保证方式和保证范围。实现债权费用是什么？包括诉讼、保全和执行费用。所以不止30万。对，利息、押批和相关费用可能超过本金。赵志强说最坏只还30万。签约时提示过，系统有您的确认录像。我说了了解，但没看完。连带责任，是不是他不还，银行就能找我？可以按合同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。罚息、起诉费都算。都算。签字是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没看懂。没看懂为什么签？就为姑妈那5万？我以为他会按时还。银行就是不信他，才找担保人。为什么拿房本？整理东西。心怡刚问会不会卖房，我怎么回答？还没到那一步。从逾期短信到单位催收，哪一步自己听了？合同拿到了，你第3个工作日就签收了。忙忘了，模板拿不拿一样？忘了半年。你说最坏只还30万，罚期和复利怎么回事？合同肯定往严重了。那银行到底是按你的话执行，还是按合同执行？出事是按合同，还是按你说的？贷款钱到底欠多少旧债？20多万，算上信用卡周转。担保钱你说10来万，这也叫差不多。再给我半年，都能解决。名字都提前打好了，系统带出来的。又签什么？展期半年，前2月只还利息。担保呢？原担保继续，展多久担多久。我还要多扛半年，给大家一个机会。贷款是你借的，谁跟你是大家？
不展期，催收更紧。展期后拿什么还？工程款、工程合同，不能外传。应收款，再走流程。店铺流水，你看不懂，什么都不给，还让我签？哥，我们是一条船。担保前说风险全是你的，现在又成一条船，情况变了，话也跟着变。店倒了，银行还是找你。别拿银行吓他签字，这是我和我哥的事儿。不是，这是我全家的事儿，账没看清，这张字我不签。3天后银行再找你。建国，今天给姑妈准话。昨晚说了不签，是秋芬逼你的，是我决定的。就再签半年，又不要你拿钱。第一次您也这么说。志强不是含了半年？4次扣款失败，一期我补的。表弟困难，帮一期怎么了？要不要进去说？大家评理，他不签店就倒。账没说清，签字救不了。别让长辈在厂门口哭，那就别来厂门口逼我。账还在整理，先稳住银行。从第一次逾期整理到现在，店里天天有进出，签字倒很快，先签以后还让我查，都是亲戚。他说3天还11868，还了吗？只是暂时没钱。没钱还旧贷，却让我再担半年。没钱才要展期，展期靠什么还？工程款。合同呢？你看不懂，我看得懂，有没有盖章？银行只等到明天下午。账准备好了吗？现在不能查账。什么时候才是？等店缓过来。缓不过来呢？你总盼我出事儿。我问还款来源。前2月只还利息，店就能缓过来。工资、供应商、信用卡各欠多少？都与贷款无关。只有我的签字有关系。原担保已生效，不签银行就催你。你在帮我还是威胁我？签了有时间，不签都不好过。不签都不好过。他不讲账，只拿后果逼你。银行明天下午约谈。去问清楚，不等于签字。我知道。只问4件事儿：担保多久？责任增不增？拿什么还？不签怎么处理？记住了。 3天、半年养老钱都不能代替合同，谁催都别马上落币。债款人申请展期6个月，保证人继续担保，需要重新确认。哥，就这几个地方。展期后保证期间延长吗？是。保证范围变吗？以调整后的文件为准。还款来源是什么？2个工程应收款。合同呢？正在盖章。应收款确认呢？客户口头认可。 建国，先签了再说。没合同，没回款日期，凭什么半年后能还？你不签，现在就进入催收。这是银行回答，还是你的威胁？请双方冷静。周先生，您是否自愿继续为展期贷款担保？您是否自愿继续为调整后的贷款提供担保？不愿意。哥，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就多半年。没有真实合同，没有确定回款。 连完整账目都不肯给，我不能再签。你不签，银行马上催收。那是你贷款逾期造成的，最后也会找你。原合同该承担什么，我依法承担，但我不会再扩大责任。保证人不同意继续担保，本次展期暂时无法按现方案办理。你非要把店逼死？不是我让你逾期，银行只差你一个签字，你也只差一份真实账本。我说了，账还在整理。从第一次逾期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。 还没整理完，秋芬，就是你不让他签，他的名字他自己决定，没有你他早签了。以前我没听他的，所以才走到今天。行，以后银行再找你，别来求我处理，我只会要求你还款。那你慢慢等。原担保还在，我知道。拒绝展期，只是没让风险继续往后拖。原合同下一期还有多久？12天。赵志强现在连电话都不想接了。 那就别只盯着电话，店里的货、账、车，还有他名下的东西都要留意。你怀疑他会转东西？他刚才说的不是我会想办法还，他说的是你慢慢等。小陈，周哥，赵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负责人让我们把所有商品价标拆掉。为什么？通知说从明天开始，全部商品重新调整标价。门店登记单据呢？门店老板娘刚把单据和合作文件打包带走了。运到哪里了？不清楚。 门店老板还交代，后续卖货优先收取现款，不开票。他说客户不要就别主动开。现在店里还有谁？赵老板赵某，还有2个装货的。在装什么？仓库里的整箱货。送去哪儿？
他们没说。你在给谁打电话？这些货送去哪儿？客户要货，哪个客户？我只负责送。你还真来查店？为什么拆标价签？促销。为什么优先收现款？回笼资金。店内账簿资料为什么被带走？店里的各类物件我自行安排存放即可。别拍！这辆车花费12万购置，装载的是当初资金部的拍摄货品。这批货品和资金担保没有任何牵扯。这批货品依靠相关资金采购，自然和担保有所关联。当初你不愿配合敲定补充担保，那就不必过问我店内货品流转安排。昨天还卖2600，今天真是1500。今天交钱直接拉走，包安装吗？不包。发票呢？清仓价不开票。刷卡行不行？只收现金或者个人转账。这款45一块，原价70多。今天45，数量有限，先交钱先得。给我开张收据。怎么连店名都没有？低价处理，就按这个走。这套浴室柜进价多少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原来报价2600，现在1500，连运费都不够。我不要利润，只要现金。这批砖你卖多少？45一块。我公给你的52，售价比进价还低。这一批含运费54块8，旧货占仓库，赔点也得处理。这是上个月刚送的，款式卖不动，卖不动，你还欠我37000，清完货就结，现金都收了，先给我5000。今天不方便，钱就在那儿，哪里不方便？这是员工工资和银行还款，我的货先卖了，钱却轮不到我，再闹我1分都不给。行，你低于进价清货，我也留个证据。周哥，赵老板真准备拿这些钱还银行吗？他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说今天卖完，晚上发工资。欠你多少？1个半月7000多，我也没收到。现金不入账。赵老板让所有销售单都先别录系统。上午一共卖了多少？我经手的就7万多。银行还差的钱补了吗？没有任何结清提醒。今天卖了多少钱？还没统计。员工经手的已经7万多，那是销售额，不是利润。工资为什么不发？明天发。银行为什么不还？晚上统一处理。销售为什么不入系统？系统正在调整。现金放在哪里？周建国，我最后说一次，你没签展期就别再管我的店。你越不让我管，我越要知道货和钱去了哪儿。货卖了，钱用来周转，这就是答案。账本、合同、硬盘都要带走。店铺调整，调整到哪里？周哥，店里又来车了。姑妈也在。在。还剩多少？今晚全部拉完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赵老板，我们工资还没结。什么时候发现关门的？我7点多就来了，门锁换了，钥匙也打不开。赵志强昨晚发过别的消息吗？通知我们不用来以后，他就退群了。李小梅呢？电话也关机。我们2个月工资找谁要啊？赵志强，开门！你也联系不上他。昨晚答应今天给我37000，现在电话关了，店也空了，样品都没了。昨晚装走的。货拉到哪里了？正在查。你是他的担保师，你不知道？担保的是银行贷款，不是店铺经营。你们是亲表兄弟，钱和货到底怎么分的？谁说的清？您刚才这句话没有依据。我只知道我的货卖了，钱没给我，他跑了，我就只能找跟他有关系的人。该找谁？按合同和送货单来。合同都在店里。合同昨晚就带走了。租金只交到这个月，人要走也该跟我说一声。这里原来有40多箱五金，那边还有10几套卫浴，这些都是没结清的货。有没有库存清单？电脑系统里有。主机已经被带走了。昨天晚上他们一直在搬。您看见了？我10点多回来，侧门停着一辆工程车，车牌记得吗？没看清，但院里有监控。就是这辆。姑妈昨晚说她在家。她不只是来了，她还在点货。晚上10点18分，李浩工程车进入。11点06，周秀兰到场点货。12点31，第一趟离开。凌晨2点又来一辆车。
赵志强、李小梅关机，李浩看见消息以后拉黑你。他们不是临时出去，这是提前安排好的。志强失联了，但姑妈一定知道货去了哪里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找赵志强。他去外地进货了。昨晚2点还在县城搬货，今早就去外地进货了。凌晨出发不行吗？李小梅也去了，一起去了，2个人都没接。开车信号不好。李浩也没接。他在送货。那您昨晚在店里做什么？我帮着点货。点完送去哪里？去外地退货。刚说进货，现在又说退货。退新货再进新货，不行吗？店停了，账本、电脑、合同也搬走了。换地方经营。换到哪里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地方怎么点货？志强让我数箱。为什么2辆车跑2趟？1辆装不下。您知道装不下，却不知道运去哪儿。我是他妈，帮他看点货怎么了？银行找不到人，我只问人和货在哪儿。找不到就让银行等。银行现在找的是我。建国，别逼你姑妈。你也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出去跑生意了。哪个城市？生意路线不能随便说。原来您知道路线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妈，货到底放哪儿了？已经拉出县城了。2点04分进车，2点40才走。出口监控能查他有没有出去。你还准备报警？工资、货款银行都没结，货和账却一夜没了。亲戚之间非要报警？不想报警就说位置。货就是送到仓库暂存。哪个仓库？我随口说的。不是说拉出县城了吗？县城外也有仓库。什么方向？我不知道。昨晚您去仓库了？我没去。那怎么知道是暂存？志强装车时说的。您一直在车尾，他什么时候说的？就在城北那边。行了，不就是城北那几个旧仓库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城北旧仓库不止一个，靠哪条路？出去！你们现在连长辈都审。您不说，我自己找。货就是送到仓库暂存。不就是城北那几个旧仓库吗？至少没出县城。姑妈知道仓库，表叔知道方向。第2辆小货车拍清了吗？侧面拍到了，车门上像有仓储公司的旧电话。把原视频发我。李浩2趟，7公里，时间对得上。先别告诉姑妈，去看看仓库里有什么。跟店里那批货一样。你们找谁？这个仓库是谁租的？客户信息不能随便说。昨晚是不是进了2辆货车？每天都有车，1辆工程车，1辆白色小货车。昨晚确实有人卸货。几点离开的？快天亮。里面现在还有货吗？我不知道。成都人姓什么？你们没有手续，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。里面有人，不能靠近。怎么会冻结？31000多，全冻了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心仪的培训费也在里面。为什么我的工资卡被冻结？贷款持续逾期，贷款人失联，银行已经依法申请诉前财产保全。我还没有收到起诉材料。诉前保全不等于已经判决，但在法院确定的限额内，相关资金可能暂时无法支取。为什么限额是22万3000？对应当前剩余本金及暂期费用。赵志强的账户呢？借款人账户也在处理范围内。他的店货和车辆呢？需要核实全属。货物已经转走了。的话，请尽快固定，也建议您准备正式应对后续程序。冻结会持续多久？需要看借款人是否还款以及后续法律处理结果。他失联了，后果却先落到我们家。妈，银行卡是不是没钱了？换一张。爸爸工资不是刚发吗？账户暂时不能用。为什么？还是表叔那笔贷款？不是说只是担保吗？现在银行先限制我的账户。培训费什么时候能交？我会想办法。3天以后名额就没了。不会让你停。要是没钱，我可以先不去。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是钱已经从我们家没了。我的工资卡被冻结了。银行凭什么冻你？因为赵志强失联，让他马上回来处理。他在外地进货，过几天就回。让他开机，让他把电话打开。做生意正在关键时候，你别总逼他。心仪8600的培训费交不了。你们不是还有别的存款吗？您的意思是，他欠银行的钱，我们拿女儿的钱填？我没这么说。那就让赵志强回来。现在回来更救不活。
店里的货已经搬空了，货是不是就在城北仓库？爸，别借钱了，我不去了。心仪的培训费还差多少？8600。今天来就是商量办法。赵志强肯回来还钱了，他在外面想办法，等他回来再谈。不能等，建国的工资卡已经动了，再拖利息费用只会更多。你们能拿多少钱？我们没那么多现金，没钱来商量什么？房子贷款没剩多少吧？你问房子干什么？不是卖，先抵押周转。抵押我们的房子？临时再一点儿，先稳住银行。赵志强借30万，货搬了，人失联了，还要我们抵押房子？房子还在你们名下，等他缓过来再还。他连11868元都没还，拿什么还房贷？建国工作稳定，工作稳定就该替所有人还债。大家想保住这个家，你们保他的家，动我女儿的家。志强从小没少受建国照顾，担保30万，替他还一期，工资卡也动了，还不够。真被起诉，建国也脱不了干系，那更该让他回来。回来有什么用？那就说他在哪儿。人货现金都不说，一进门就盯着房子。我们是为你们考虑，别再说为我们考虑，真为我们考虑，就不会骗签字、瞒旧债，不会让李浩拿12万买车，更不会逾期后搬空店铺。这是我和心仪唯一的家，谁也别想抵押。建国才是一家之主，你说抵不抵押？不抵押。建国，原担保我依法处理，但不会借新债填旧债。不抵押，真执行下来，房子也可能受影响。先查他转走的货车和钱。凭什么他藏资产，我们送房子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嫌难听就拿你们家的房产证来，谁愿替他抵押，我不拦。志强，你跟你哥说。哥，先凑20万，银行那边还能谈。你终于肯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？外地。哪座城市？我在谈生意。店里的货呢？已经处理了。卖了多少钱？都拿去周转了。银行为什么一分没收到？你不懂经营。我懂，房子不会替你抵押。真进执行程序，房子也未必保得住。你回来把资产和账本都拿出来，回来把货款、车、账本摆上桌。现在不行。不回来，1分钱不再出。你要逼死他！害他的是新债旧债，不是我守住房子。妈，别交了，名额都留好了。不就是一个培训班吗？你准备了半年，学校也能复习。钱的事不用你管。你的工资卡不是动了吗？我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今天给老师说一声，名额让给别人吧。不行，表叔欠的钱还没追回来，房子也可能受影响。我不想再让你们借钱。做错决定的是我，不该由你退出培训来承担。可现在承担的人已经是我们了。我卡里还剩14000，房贷4200，水电保险和生活费最少还要6000。先拿8600，全交出去，这个月怎么过？我找老韩借一点。你已经因为担保被银行找到单位，现在还要在同事面前借钱？总不能让新玉退出。可以借，但不能再满。你去单位如实说，这是担保账户被冻结，不是家里乱花钱。爸，你别去借，快上学。同事会怎么看你？他们怎么看我是我的事儿，你只管把自己的路走好。银行现在冻结了3万多。是，这件事儿厂里已经有人议论。我知道。你想预支工资？能预支最好，不行就先借8600。财务不能提前发这么多工资。我这里有2000，先拿着。不用，孩子的事儿不能拖。我不是找个人借，厂里有没有临时困难互助？工会有一笔应急互助金，但要写明原因。我写。担保纠纷也要写，一字不满。签错1次字儿，不等于以后什么都不能抬头说。申请8600元。是，这是临时互助借款，后续会从工资中分期扣回。可以。需要班组长证明，情况属实。今天下午能到账，谢谢。周师傅，以后再替人签字，先想想自己家里谁在等这份工资，不会再有第2次。这钱是哪来的？厂里临时互助，以后要从工资里扣。慢慢扣。还是借的钱？但这笔钱是给你继续学习。本来不用借的。周心怡的名额已经保留，周6正常来上课。谢谢老师。爸，我会把这8600挣回来。这不是你的债。可我会记住，以后谁让我签字，我一定先看清楚。
借款人失联，他们先管的却是你不能催债。人齐了，开始吧。赵志强呢？他不方便回来。借款人不到，开什么还款会？今天先解决你们的矛盾。我跟他没私人矛盾，他欠银行也欠我钱。你查银行、问员工、拍仓库，还没矛盾？货一夜搬空，我们不该查。越查，外面越觉得他要倒。他先搬货，还是我先查？第一条，停止对外说志强欠款，是他们自己找上门。你在店门口争，大家都听见了。供应商3万7，员工2月工资都没拿到，还不许说。第二条，不再查仓库、车辆和经营资料。为什么？货是志强的，贷款买的货，银行却动我账户，冻结是银行的事儿，转货就是志强的事儿。你不是执法人员，没权跟踪。监控拍到他就在县城仓库。第三条，对外说明志强只是周转困难。谁能证明不是转移？亲表弟的话也不信。他已经失联。志强给我发过语音。我躲几天是为了谈回款。建国天天催，客户和供应商全慌了。店本来还能救，现在货都不敢往回拉。听见了吗？他就是被你逼走的。我催他还钱，怎么成了逼他逃？你不给他喘气儿。借钱是痛快，还钱却要全家陪着等。第四条，周建国先处理当前欠款。怎么处理？你工资稳定，先分期或者补上逾期。借请人藏货，担保让出去借钱，先稳住银行，在内部结算。什么时候结算？等生意恢复。店已经关了，关门不等于不做。人呢？在谈项目。合同呢？你怎么又问合同？每次让我出钱都只有一句相信他。银行追责是现实，争对错没用，那就先卖转走的货还银行。不是没办法，是舍不得动他的东西。这是全家的意见，你先签。替置款人决定，却让我担后果。大家都是为了你好，那就加第5条。什么？赵志强公开账目，交代库存、货款和资产，所有签字亲属共同还款。凭什么让我们还？不是说这是全家的事儿吗？这不一样。借款人先到场，先交账，先归还，转移资产。你非要把亲戚全得罪完。这张纸说明你们知道找谁还，却没人敢找。再不配合，下一步可能动房子。你们是不是已经想好房子怎么处理了？建国，先别走。贷款人不来，没什么可谈。志强回来，银行就能放过他，至少他该先露面。现在差的是钱。货卖了7万多，剩下的又进仓库，钱呢？货又没丢。您知道货还在？我猜的。既然还在，就先卖货还银行。3号仓库那批货现在不能动。哪个3号仓？说错了，城北老货运站3号仓。不知道。我们只查到仓库区，从没告诉您仓号。可能听志强提过。什么时候？搬货那晚。刚才还说不知道去哪儿，后来告诉我的。为什么不能动？答应给客户了。客户合同呢？都在志强手里。客户姓名、合同都没有，您却知道3号仓不能动，非把那点货也逼没？不是逼没，是他连夜藏起来。货以后查，银行先替他还上不行吗？拿谁的钱？你先想办法。工资卡都动了，找厂里借。工会互助回开，女儿8600就是厂里借的。那就再借点儿。你们把我们家当什么？迁就急。货在3号仓，车在李浩名下，现金在李小梅手里。你们不动这些，只盯工资和房子。志强那套房现在动不了。为什么？抵押了？不知道。还是过户了？别胡说。那是他名下唯一住房，夫妻怎么安排是人家的私事儿。我们没说夫妻过户，您怎么知道？别抓一句话不放。仓库和房子都说漏了。我现在问银行。别再查了。为什么？志强够难了。怕我查的不是困难，是你们做过什么。银行查过赵志强房产吗？诉前保全阶段我们已经查询过了。那套房被冻结了吗？系统没查到该房登记在借款名下。什么意思？可能已发生权属变混。什么时候变动的？完整产权历史需通过法律程序核实。贷款时没查？申报材料填过家庭住房，但主要按经营和保证措施审批。谢谢。申请时填过，现在却不在他名下。你们刚问的3号仓，今晚又有人来提货。谁？
还是那辆工程车，还有个女人拿着透明文件袋，里面露着房产证复印件。李浩，还是晚了。那女人是谁？戴着帽子，没看清脸。拿的什么？透明袋，里面好像是文件。货少了多少？大概半车。出入有登记，车有，人名未必真。只拍时间和车牌，没手续，不能给。那就先留现场。真要全部查？不查，亲戚永远说你多心。姑妈已经觉得我们逼她。工资动了，他让你借；心意学费没着落，他让我们动存款。货车房子都在赚，还顾谁脸面？本金22.3万，4次扣款失败，我们代还11868。夜里2次搬货，现金不入账，账本硬盘全带走。能证明他转移资产吗？还不能，但能证明他不是突然没钱，出事前他就在往外挪。别只问人在哪儿，查资产原属谁，何时变化，谁参与。仓库进不去，先顾外围，监控车轨、员工证言、销售记录。房子已经不在他名下，查变更时间，若在贷款或逾期前后就很关键。工程车登记在李浩名下，购车资金、借条谁使用、谁还款都留。亲戚一直逼我们先还，原始语音聊天别剪，保留时间和上下权。查清以后我就不用承担担保了吗？不能保证，担保和追偿是两回事儿。资产越早查清，追偿越有依据。那就查，一项都不漏。王师傅，监控能留多久？主机大概存1个月。搬货前的视频还在吗？应该在。看停业前1个月。1个月？货可能不是一晚搬完。确实有几次。几次啊？他说送样品晚上早晨都搬过。都是李浩的车？大部分，还有一辆小货车。能看看当时的记录画面吗？电脑在值班室，自己去看。我把侧门进出时间筛了。正常还款时就开始搬。不止失联前，前后27段。27段，有装货、搬文件，还有人量空仓。不要截图。27段原视频全复制给我们。建国，你们又找房东了？姑妈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27段，你们真要一段段看？一段都不能少，文件编号不按日期，边看边录时间。 5月12号，贷款还没正式逾期。那阵子店里看着还挺正常。越正常越不像临时起意，先记作已确认的夜间搬货。周哥，看到那些记录了，看看这些是不是发货单？不是。确定？订单货会贴姓名和地址，这些是原厂封装，连出户标签都没有。 系统里有记录吗？这几晚没有出户单，没订单，没出户单，货却分批拉走。他那时说摄像头坏了，后来一直没恢复。为什么先拆监控？不能只凭这一段下结论，但拆掉后，后面的搬运不会再被店内监控拍到。这个人我见过，谁？他跟志强来看过侧门，自称在城北老货运站做仓库租赁。 这段离失联多久？1个半月。那时赵老板还天天说新项目要进场。原视频别剪，文件名、创建时间和完整时长都保留。可以另做目录吗？可以，目录用于说明，原文件别改。这些能证明他提前转移资产吗？能支持搬运持续有计划，但还要和库存、销售、仓库出入记录互相印证。销售系统后来被停了。 我留了截图，截图留原文件，拆监控、搬硬盘的时间尤其重要，别指定最后一晚，要找最早准备时间。明白。这段在第1条正式逾期前11天。他已经把仓库分区图交给李浩。什么钥匙？这是什么钥匙？不像店里的，钥匙牌写着北仓3，是城北3号仓。 这时店还没停业，姑妈已经把3号仓钥匙交给他了。等等，文件编号不是时间顺序，这段更早。贷款到账第3个月，画面里还是那个仓库中介。画面里
他已经拿着同样红胶布的钥匙跟中介清点库存。他不是失联那晚才来帮忙。一把钥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您贷款到账第3个月就去过3号仓。志强让我拿东西，店还没逾期，为什么已准备仓库？店里放不下，临时租的。谁租的？志强，合同写谁？我没看。钥匙为什么在您手里？替儿子保管不行。您还跟中介清点过库存？你们现在连我走几步都要查。货和钱都不见了，参与过的人都要说清楚。3号仓合同还没到期，承租人是谁？不能随便透露。或涉及贷款和诉前保全，隐私遮住，我们只核对签约人和日期。这个老太太我认识，她什么时候来的？起租那天还带个男的，说儿子做建材要周转仓库。合同谁签的？等一下，只看遮挡后的相关页。真是他租的。押金谁交？押1付3，1万2，也是他转的。他说只是替志强拿钥匙，不是，合同、押金、钥匙都是他办的。最初说放什么？旧家具、建材样品，还问晚上能不能进车。为什么不用赵志强名字？他说儿子欠账多，用自己名字省得人找来。最早的记录在这儿，查看记录也登记。来访事项栏写的，他常带着纸和计算器。连续好几个月。对，开始少，后来越来越多。最后一晚多少？2车，之前也进过很多次。这是他第一次看仓时留下的，日期比第一次逾期早1个多月。3号仓是您租的，帮儿子租仓库又不犯法，为什么一直说不知道？怕你们过去闹。1万2也是您转的，志强后来还我了。怎么还有记录吗？现金，母子之间留什么记录？钱老板说，您用自己名字是不想让债主找到志强。他胡说。那他为什么知道志强欠账多？你姑妈只是给孩子留后路。藏贷款买的货叫留后路？货以后还能卖钱。那就开仓盘点，先还银行。不行。为什么？里面不全是志强的货。那更要查清哪些是贷款买的。第一次只进了一小批。多少？第一页只有12件纸箱和少量样品。单看第一页不能核价值，但和12万元库存对不上。先查单价，再查每次入库。贷款到账后，第一批货哪天多少？起租第6天，12箱5金，6套卫浴，瓷砖后来半车。大部分是旧店样品转存。有依据吗？旧样品有编号，登记也注明转存。真正新货多少？得拿供应商单子核对。最早1个月货很少，仓库大半时间空着。资金表确写首批进货12万。12万的货不会只占1个角落。贷款到账当日，他给我5万。这5万买了多少新货？18600是新瓷砖，31400还旧账。后来还进过货吗？没有，就这一车，货款也没全结。型号对得上，确实进过店。所以新增瓷砖18600，旧债31400。对，那个月只进过1次，12400，他却写了12万首批进货，那肯定不全是我这里的。开业前订过6套样品，总价16800。还有其他订单吗？只询过价，没有付款，也没发货。仓库里的样品就是这6套。3家合计新货47800，离12万还差7万2条。他拿报价单冒充订货单，还把旧样品算成新货。31400还了旧账，真正新货不到5万。那12万进货款去了哪儿？到账第3天，正好支出12万，转给李浩，备注只写往来款，借条却写12万购买工程车，资金表里的进换款根本没进货。这些只有报价，没有收款章和签周。您好，宏达工程车辆。核对一笔购车付款，时间是付款流程的第3天。购车人姓名呢？李浩。查到了，工程用车1辆，首付俸12万。
付款人和备注呢？赵志强账户，备注购车首付款。合同还能调取吗？本人或购车人可以去查或复印资料。不过办的时候赵志强没有来。谁去的？购车人李浩。他不是生意失败后才没钱，贷款到账第3天就把12万转走了。停车！你不要命了？用贷款付首付的车，你准备开去哪儿？我接了运输活，别拍我的车。12万是赵志强出的，冻结的却是我们家账户。那是你们和赵志强的事儿。借条是你写的，写着2年内归还。半年了，还过1分钱吗？还没到期限，店关了，人也失联，你还等2年？李师傅，今天3趟。知道了。运费还转你个营大户？先别转，以前也都转给他个人，一直都是。这车给建材店送过货？当然，店里付过你多少运费？亲戚之间没细算。车在你名下，收入归你，首付却出自贷款，我还要还车贷、加油、维修。半年收入进过店吗？这是我的运输生意。这12万不是店铺投入，赵志强自愿帮我，借条写的是借款。这辆车是我们公司卖的。首付款12万元，付款账户显示赵志强。编号没错，总价36万，首付12万，其余分期。首付收据呢？购车人手机里有电子版，拿出来。这是我的购车资料。付款人不是你。收据付款人赵志强，合同买收人李浩。赵志强在合同里有权利吗？没有他的名字。抵押和分期呢？都由李浩办理。听见了吧？车是我的。12万是不是借给李浩买车？现在问这个有意义吗？借条写的是借款。那是为了让你放心才写的。你明明说是合作投入，到底借款还是投资？车给店里送货，也帮店挣钱。店里收过多少收入？钱全进李浩账户，没有1张运费单。店都停了，还算什么？贷款和催收都没停。12万算合作款，跟你无关。你给谁钱我管不着，但钱来自我担保的贷款。李浩给店里送货，从没登记过运费。建材店有这辆车吗？没有，固定持名表上从没出现过。30万贷款，4成给7弟买车，车不在赵志强名下，收益也没进店。银行查赵志强资产，根本查不到这辆车。钱是赵志强借的，我们担保的，车却成了李浩的。赵志强付了12万，资料里却没有他。他只是代付首付。手续登记过他的权利吗？没有。3项全是李浩，赵志强只留下一笔12万转账。手续上是这样。谁让你们查我的车？我们查的是12万。谁让你拿担保贷款付首付？我写了借条，人已经失联，你什么时候还？期限没到。车贷谁还？我。保险呢？也是我。运费进谁账户？我的。赵志强和店里得到什么？我给店里送过货。多少趟？有记录吗？记不清，亲戚没记。12万有借条，送货和收益却没记录。车证是我的，车贷我还，跟你们无关。那12万呢？到期我跟赵志强算。登记、合同、行驶证、分期全是李浩。赵志强付首付也不能证明车是他的，只能证明资金来源，不能证明所有权。借条呢？借条证明债权，不证明车权。一个不追，一个让我找对方。贷款成了亲属债权，银行不能直接保全这辆车，要证明是在转移资产呢，还要资金、沟通、用途和双方行为证据。银行查不到车，我们却担着贷款。目前就是这个风险。电子保单上投保人、被盗者人所有人全是李浩，权益人也没有赵志强。车从头到尾都在李浩名下。我知道，一开始就是这么定的。我早知道。那12万为什么写成店铺进货？原计划让他长期给店里送货。什么计划？一张合同都没有。亲戚之间还要合同？要我们担保时你拿银行合同，给李浩钱却只讲亲戚。
那就算是借款行了吧？那笔钱算我借给他的。你上次说是合作款，合作也能成借款？谁同意改的？补充协议呢？别抓着车不放，12万又不是30，正好占贷款40%。仓库用姑妈名字，车用李浩名字，店铺货款又进个人大户。赵志强名下还能剩什么？仓库从第3个月开始租，房子第4个月过户。那时贷款还在正常还。原始收款凭证12万。能确定是赵志强付的？能，他本人持卡办理，身份证核验一致。付款账户呢，和客户理财账户尾号一致，当天转入我们公司账户。付款时怎么说？帮7弟订车，等工程回款在内部结算。提过店铺资产和收益吗？都没有。贷款第3天，12万成了李鹏的首付。付款当天2人一起来，谁选车谁签合同？都是李浩。赵志强没签协议，他说一家人不用写。付款人和购车人不同，财务让他写了代付说明，他签字了，签了。担保时说进货，购车时却说替7弟付首付。贷款到账第3天付的首付，你还说只是他帮你？本来就是他自愿出的。为什么写借条？赵志强让我写给你看。借条写借款，后来又算合作。协议分成呢？口头说的，没谈细。半年收入多少？扣掉成本没剩多少。流水拿出来。这是我的生意，拿钱说合作，查收入就成你的生意。2年期限没到，银行已追担保人，那是赵志强的贷款，12万贷款就在你车上。同一笔钱有4种说法：进货、借款、合作、代付。哪种有效？看付款、合同、登记、收益和实际行为。实际行为呢？赵志强付款，车和收益归李浩，店里没资产记录，赵志强也没车权。资金用途表是假的，至少与实际购车用途不一致，能证明他早有准备。还要核对正式贷款用途。贷款用途采购建材，补充经营流动资金，没有买车，更不包括替亲属买个人车辆。资金链已经清楚。30万到账，第3天12万进车辆公司，车和收入都归李浩。他还会说这是正常经营，那就查他的资产放到哪儿了。不动产转移登记受理凭证，原潜理人赵志强，受贷人李小梅。第4个月申请，夫妻财产约定，交易对价0元，1分钱没收，零代价转到妻子名下。那时贷款还正常，见证人是周秀兰，姑妈也在场。车归李浩，房归李小梅，贷款和担保还在原名下。材料显示，房子从赵志强名下转给李小梅，方式是夫妻财产约定。材料是真的吗？格式基本对应，还要去登记部门核验。为什么零代价？不是买卖，是夫妻约定归李小梅个人所有，时间是贷款到账第4个月。那时贷款还正常。能认定逃债？不能，还要结合债务、资金和后续资产流向。第3月宗仓，第4月过户，货物也开始转移。时间对应起来，就值得继续查。为何专门写与经营债务无关？说明签署时已考虑经营风险。见证人是周秀兰，签名属实，就能证明他知情。儿子的房子先转走，再盯担保人的房子。我要当面问。材料显示房子转到你名下，是真的吗？夫妻怎么分跟你们没关系。为什么第4个月就办？为了孩子上学。原来就是家庭住房，转到你名下和上学有关。学区要求稳定住房。为什么写隔离经营债务？模板。哪种模板会专门写这句？赵志强在哪儿？不知道。7万多清货现金呢？都用于家庭开销。7万多全花了。夫妻过户很正常。为什么零代价？一家人给什么钱？为什么隔离经营债务？工作人员让写的。您签字前没看？我年纪大，看不懂。租仓会算库存，过户就看不懂。小梅娘家出钱多，首付谁出，贷款谁还？2家凑首付，贷款志强还。为什么全给李小梅？夫妻的事轮不到你问。银行找不到他房子，却冻结建国工资卡，那是银行决定的。过户是你们决定的。
李小梅交过产权变更材料，物业业主信息改成了她。赵志强后来还住这里。门禁和停车记录显示，他一直住到关店前。产权变了，实际居住没变。是。过户前一天的公共区监控，只能现场看。箱子写着借款担保资料，运去哪儿了？黑色轿车拉走的。你是周建国吧？您是谁？怎么有我号码？赵海军，有人说你也在查赵志强，我以前也给担保过。多少？20万。他当时说的也是只签个字儿。2年。2年时候给他担保的，20万。也是经营贷款。他说店里接了工程，只差一笔进货钱。他是不是还说只需要签个字？原话一模一样。当时我也没拿到副本。合同是谁拿走的？赵志强。他说银行盖完章再给，后来给了吗？第一次逾期以后，我自己去银行调的。也是连带责任。对。前6个月，他每个月都给我发截图。第7月开始逾期，第5个月就扣款失败过。他补上以后，只把成功截图发给我。和这次完全一样。等我知道出问题，已经连续2期没钱了。这2期是我垫的。他还给您了吗？只还过3000，剩下的一直说以后算。算什么？他也把贷还款说成投资，先说借，还不上以后就说我参与经营。您参与过吗？没进过货，没分过利润，连店里的账都没看过。借款金额不同，但整个过程高度相似。先用工程和进货做理由，再说只是签字。合同由赵志强拿走，前几个月只发成功截图，出现逾期后让担保人先垫，最后把贷还款改成投资。这些只能说明行为模式相似，还要核实2笔贷款之间有没有资金联系。那20万后来突然结清了，哪来的钱？赵志强说是新工程回款。结清时间呢？旧贷款刚结清，他马上又借30万。当时我问过他钱从哪儿来。海军，你别管我怎么筹的，银行结清了，你的责任就没了。海军，你替志强担保这么久，也算参与过店里的事儿。以后亲戚问起来，别说的太难听。姑妈那时也知道。他不只知道，他还让我承认自己是合伙人。建国不是普通担保人。郑海军身上用过的说法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什么时候参与选址了？你只看过1次，还是赵志强叫你去的？所谓资金安排，只是他给你看过假用途表。到店是逾期后查账。最关键的是这11868，那是替他还银行的钱。他们把贷还款改成了投资款。我们只是把事实写清楚。谁的事实？开业前你看过门面，看过就是投资人。志强还给你看过资金计划。因为我是担保人，你还让李浩写了12万借条。因为钱来自担保贷款。普通担保人会查钱去哪儿吗？银行会找担保人，他当然要问。你们后来天天查员工、查供应商，这不是参与经营？他逾期以后，我才开始查。可你确实插手了。我有决定过价格吗？有签过订单吗？有分过1分钱利润吗？哥，当初不是说好一起做新店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你看过门面，也认可贷款安排。我只认可贷款进货，不是给李浩买车。车也是项目需要。项目合同在哪里？共同投资不一定要书面合同。股份是多少？亲戚没算那么细。利润怎么分？亏损怎么分？既然参与，就不能只认赚钱不认亏损。哼，赚钱时没我的名字，亏损后就有我的股份了。你还往店里投过1万多。那笔钱的备注是什么？看门面、看用款，不等于存在投资关系。那11868呢？要看完整转账记录、备注和沟通。备注写的是代赵志强偿还本期贷款，这和项目投资明显不同。他们说我是隐形合伙人，
是否合伙要看共同出资、经营、分利和单亏。他没股份、没登记、没分红，也没店铺账户权限，连账本都不让我看，这些都列进反正目录。转账原始页面必须保留，不能只留截图。周哥从没安排过工作，工资、报价、客户全是赵老板定。他有没有从店里拿过钱？没有。有没有人叫过他周老板？没有。需要担保时，我只是签字的人，现在出事儿，却给我安排老板身份。他们不是证明你投资，是故意删掉证明你没投资的备注。一张裁掉备注的图，他们也敢当证据？别在群里吵，直接拿完整记录。就看着他们往我身上栽。他们必须删备注，因为完整记录解释得太清楚。转账发生在当晚8点14分。贷款什么时候扣款成功？8点27分。相差13分钟，金额也是11868元。能出具记录吗？我的钱进账后，这一期才扣成功。从时间和金额看是对应的。收款账户是赵志强的贷款还款账户，是，和建材店投资账户没关系。银行系统显示这笔钱用于偿还贷款。整个过程已经形成顺序，先请求代还，再承诺3天归还，钱转过去，银行完成扣款，还不上后才改口说是投入，款项最初的真实意思不能由一方事后改变。那张裁剪截图呢？他删掉关键备注，只展示部分信息，证明力很弱，也可能说明对方在回避完整事实。他们想删掉一行字，换掉这笔钱的性质，但银行原始记录删不掉。你们说这11868是投资，现在看清完整记录。备注是你自己写的，那赵志强的承诺呢？亲戚间说句话不能代表最终性质。银行扣款总能代表吧？金额一样，时间只差13分钟，钱直接进了贷款还款账户。建国帮着还贷款也是在帮店里，帮店里不等于投资店里。可你后来一直查账，因为赵志强不还钱。你们先裁备注，再拿查账证明投资，这不是事实，是先定罪再拼证据。哥，就算那次写的是贷款，你后来也默认参与店里的事儿了。我默认了什么？你问过资金用途，管过李浩的车，还查过库存。因为贷款逾期，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。担保人不会天天查经营。你不给账，现在又拿他追问，证明他参与经营。今天先到这里，还没结束。转账备注得处理一下，群里发的时候裁掉就行。先让大家认定你投过钱，以后 C 的店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亏损。原来你们不是误会我投资，是商量好把我写成投资人。说我是投资人，我投了多少？投资不一定算具体金额，股份多少？亲戚合伙哪会写那么细？利润呢？店还没来得及赚钱，亏损要我担，赚钱却没我的数。出资协议、合伙协议在哪？登记、分红、授权拿出一样，实际参与也能证明。那就看我参与过什么。经营者是赵志强，登记类型是个体工商户，有股东名单吗？个体工商户没有股东结构。有其他经营者吗？没有。周建国的名字变更、授权备案有吗？都没有。从开店到停业，工商资料没你一个字。可我那亲戚一直说我是共同老板啊。私人合作要看你们自己的协议。我们没有协议。没登记不代表一定没合作，但对方还得证明共同出资、经营、收益或风险约定。店铺银行卡只由赵志强和李小梅使用。你有登录权限吗？没有。收银系统呢？也没有。工资、报价、进货和客户合同都没有他签字。从店里拿过钱吗？1分钱都没有。赵志强连流水都不让他看，全部列进反证目录。周建国安排过工作吗？没有，排班工资都是赵老板定。报价呢？赵老板和李老板娘定。我签过销售单吗？没有。从店里拿过现金吗？从没见过。
周哥每次来，赵老板都不让我们多说账。有人叫过我周老板吗？没有，大家只知道您是赵老板的表哥，银行催款后才知道您是担保人。那他为何说周建国参与经营？赵老板低价清货时交代，有人问，就说周哥也知道资金安排。登记、账户、系统、工资、报价、合同、订单全没有你。店开半年，我没拿过1分钱。他们只剩看门面、追贷款和贷还一起。担保出事后查账，反成了参与经营的证据。找到以前工作用的旧式手机，可能赵老板开业前发语音。有一段说到您，说了什么？周建国就是来帮我担保的。旧聊天还能恢复，后面好像说您不参与经营。不要转发，保留旧手机和原始聊天。这是店里以前的工作手机，离职后一直没开过。语音没完整下载，但本地缓存还在。能恢复原文件吗？可以是。别只转发语音，日期、发送人和前后聊天都要保留。那就整段聊天一起导出。这手机从没刷过机。先拍下设备原状和当前时间。赵老板常在员工群发语音，出事后很多消息撤回了。明天我表哥要陪我去银行，我们见了他，别叫什么周老板，他不占股份，也不参与店里的利润，就是亲戚帮我把贷款办下来。不占股份，不参与利润，赵志强自己说的。这2段文件时间没有改动痕迹，把原文件和聊天页面一起导出。以后周建国来店里，账目的事儿别跟他说太细，他只是担保人，不是店里的人。难怪后来赵老板不让我说工资和供应商欠款。还有前后文字吗？当初怕别人误会我是老板，现在却逼所有人承认我是老板。员工群里从没人把您当投资人。这比员工事后回忆更直接，是赵志强事前的安排。建国只负责签字，店里的钱别让他插手，知道的越多，他越不敢签。语音在担保签署前发送账号、群成员和上下文都能对应，能证明周建国不是投资人吗？至少能直接反驳对方后来声称的共同投资约定。赵志强明确说我没股份，不参与利润。他还要求员工不让你接触账目，这说明真实安排是担保，不是经营合作。对，原手机继续保留，导出文件只做副本。还有几段私人聊天恢复了，就是这张，总数11.6万。给建国看的表别写太多，马老板8.7万，先只报5万。信用卡和李涛那边都别写。那总数写多少？凑到11.6万左右，太高了，他不敢签。原来11.6万不是统计出来的，是为了让你敢签故意凑的。就说是正常经营周转，先把银行办下来。建国以后真问，就说都是正常经营周转。他们签字前就商量好了。他们先删旧债，再拿假数字给我看。从头到尾都写的是担保，投资没有一句说投资。继续往后排，不要只挑有利内容，全部保留。这里又说你只是担保人。当时我想问账，他还说我没资格。没有出资，没有入股，也没有项目投入。这句话出现时，款项已经完成贷还，而且此前已经明确承诺归还。投资说法是还不上以后才出现的。你只负责担保，你帮店里垫的钱也可以算参与项目，连先后顺序都一样。这不是临时改口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后面的说法。文件创建时间比您签字还早。保留原文件属性，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。
你说建国是共同投资人，你亲眼见过他投资吗？大家都这么说。谁先说的？见过投资协议吗？没有。见过股份证明吗？亲戚合作哪有那么正式？那你见过建国分钱吗？我没在店里。你什么都没见过，凭什么在群里写他是投资人？是姑妈说志强跟建国早就商量好了。赵志强亲口跟你说过吗？没有。周永福呢？也是听姑妈说的。亲属事务所。他们没有一份原始记录能证明投资，只有一群人重复姑妈说过的话。转述不能代替真实协议和实际履行，原始聊天的时间顺序反而证明投资说法形成于逾期之后。他们给你看的账是假的，真正的账在我手里。你是谁？明天下午我把私账交给你。为什么约在这里？赵志强不知道我出来。他现在到底在哪儿？还在县城。城北仓库。我交账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说是我给的。你们传播相关信息的时候，怎么没考虑过保密？那是赵志强和他妈决定的。你也发过相关消息。我不配合，他们就说会影响到我的房子和孩子。现在为什么又肯交出来？他要把所有账都推成经营亏损，包括我的信用卡和你替他还的贷款。58.6万，这还没算后来的30万。他让我担保时，说旧账只有11.6万。那张表是临时做的，真实旧债近60万，他只给你看了不到1/5。没有12万元进货，从来没有。用途条上12万首批进货是假的，是赵志强后来改的。为什么要改？用途不能写给李浩买车，也不能让你知道钱到账就要分出去。那5万元也不是装修款，是还马老板旧账。4万元现金去了哪里？赵志强取出后分了几笔，给谁？账本后面有。姑妈拿了2万现金，他说留着应急。应什么急？银行催烧，员工上门，或者需要临时搬货。贷款刚到账，这边就备注好提前准备债务沟通口径。这么多条预先拟好的口径，绝不是临时起意能写出来的。贷款下来前就写好了，谁写的？赵志强口述，我整理的。我承认参与了，但不想再替他撒谎。我们拿到3本原始手写账，先拍封面、页码和整体，别拆页，也别涂改。旧债58.6万，还有担保人话术。原账本保存好，交付全程录像。3本账由我记录，今天自愿交给周建国夫妻保存。前6个月没有一期来自正常利润。第1期11800多，哪来的？2张信用卡。第2次扣了马老板的进货款，说月底补。供应商货款也拿去还银行。第3、第4期呢？第3期借朋友2万，第4期拖了员工10天工资。第4个月就开始拖工资。对。第5期写着刷流水，先转给别人，当天再转回来。根本不是客户回款。不是。第6期旧贷款结清，余款回流，什么意思？郑海军担保的20万旧贷结清时也借了钱，剩余又补了这期。旧贷借钱结清，新贷再用余客还。对。结清前，他让我联系10万私人借款，说新贷下来就还。还了吗？只还3万，剩下成了新债。每笔新债都在盖上一笔旧债。这6期都不是稳定经营收入。可他每月都发扣款成功，只代表账户有钱，不代表来自利润。他用6个月截图
让我相信店在正常挣钱。账本里有经营利润吗？没有，真实毛利连房租和工资都不够。那为什么租18万一年的新店？为了让银行和担保人相信生意在扩大。新店不是赚钱，是让借钱看起来合理。您还说前半年是正常还款，钱还上了就是正常。刷卡、借钱、拖工资也正常。做生意谁不周转？贷款前已欠58万6，您知道吗？您租仓库、保管现金、见证过户，不可能不知道。知道一点又怎么样？知道他还不上，为什么逼建国签？银行要有稳定工作的人担保，所以一开始就盯上我的工作。我是说，银行审批要求高，有房有收入的不止建国，别人不肯签，因为别人知道真实欠款。姑妈，谁决定找我担保？志强，您参与了吗？我是替他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有工资有房子，征信干净，银行不认你，难道认我们这些没收入的？这句话我们也录下来。账本呢？你终于肯出现了。我问账本在哪儿？李小梅自愿交账，已经拍照备份，律师也登记了。那是店里的账，你们没权拿走。工资卡被冻结时，你说我是担保人，真账出现，又说我没权看。把原价给我。先解释58万6千旧债，哪一笔不是真的？先把账还给志强。您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？我不懂店里的账，可您保管2万现金，志强让我拿着。贷款刚到，就留钱应付催收和搬货。做生意要留后手，所以您知道他可能还不上。我没这么说。仓库、过户、担保人，您都参与了。我只是帮儿子，帮他转资产，让我担债。仓库是存货，房子是夫妻安排。账是你交的？是。你想害死全家？你说的全家是谁？欠债让我刷卡，清货让我拿钱，过户让我接房，现在又想说账是我记错的。很多只是临时记录。58万6旧债，12万购车也是临时的。对应场地由相关人员租赁，车辆登记在亲属名下，房产转移至我名下。相关说法，小妹都是赵志强。别乱说，我再不说，所有签字都落我头上。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在后面。正好，共同投资是谁先提的？大家只是商量解决问题，裁掉转账囚徒也是解决问题。群里发的时候裁掉就行。您明知我不是投资人，还帮他们统一说法。我不想把事儿闹大。人人都说为了家里，志强藏真债，妈藏仓库现金，李浩藏车，我藏房产私账，表叔藏真话。最后，只把担保合同留给我。把车开走。开去哪儿？12万贷款买车，现在让他还。哼，那是我和他的债，借条2年。你失联、店停、贷款催收，还等2年？仓库、车、房子、账本都查到，又能怎样？至少证明你担保前就隐瞒。保证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连带保证人，银行不会管我有没有隐瞒，他们只会找你还钱。隐瞒能让银行不找你吗？借款我签，保证合同也是你亲手签，证据再多，也擦不掉你的名字。旧债近60万，用途造假，房子、车和货都提前转走，这还不能证明我被骗？能证明赵志强存在重大隐瞒。那银行还能找我？能否免除保证责任，还要看银行是否参与隐瞒，合同是否真实，签约时是否完成风险提示。银行有录像，录像里建国确认自愿签署。所以他骗我，不等于银行骗我。对，赵志强的责任和你对银行的保证责任要分开处理。那我查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证明你不是投资人，查清资金去向，也为追逃和资产核查留证。建国代偿后还能追赵志强？可以依法追讨。他名下已经没什么了，所以才查资产变更。房子零被价转给李小梅，12万贷款形成李浩名下车辆，货物进了周秀兰承造的仓库，这些都不是白查。但不能只在家里争，要进入正式程序。借款人仍未恢复还款，保全措施也没解除。银行下一步怎么处理？继续催收，并按程序处理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责任。我们找到仓库货物和资金转移线索。银行会登记，但能否处置还要核实权属。仓库货物卖掉能先还贷款吗？需要借款人配合或者依法确认和处置。他不配合，
那只能走后续程序。我的工资账户呢？欠款处理前暂时不能承诺解除限制。我们理解您与贷款人的纠纷，但保证合同确实由你本人签署。他会签吗？愿不愿签是他的态度，发不发是你们的态度。再加一条，停止传播建国是共同投资人。他继续不出现呢？保留送达记录，同时准备应对银行程序。一边可能替他还，一边还得自己追他，这就是担保最现实的后果。你替别人信用背书，对方信用倒了，债权人先看你的签字。建国，你真给亲表弟发律师函？他给银行的合同也没少写一个字儿，把仓库和房子都写进去，是想让他们一家没地方活？担保出事儿时，您想过我们一家怎么活吗？志强答应回来谈，什么时候？他会联系你。他终于肯把所有事放到一张桌上了。这次不听保证，只看他拿什么还。家里的事儿还真带律师来。银行的合同也不是家书，我来解决贷款，不是让你们审我。仓库是你约的，货当然要说清。把录音关了。涉及债务和资产，应该留完整记录。亲戚说话还防成这样，就是听信亲戚，我才走到今天。监控转进来的货比现在多。少掉的货卖了多少？正常出货。销售单和收款记录呢？客户不要票，现金都周转了。请说明具体金额和用途。做生意有进有出，哪能每项对上？账上写着清货现金至少7万6，那是临时记录。钱是我收的，你让我分批给妈和李浩，我只拿过2万。您承认保管2万元？真实旧债58万6，你只报11万6。欠款天天变，我怕你理解不了。12万写成进货，车在李浩名下，收入也归他。借条写了2年，房子零正价给小梅，仓库用姑妈名字租，为什么？房子是夫妻安排，仓库只是存货。单看都有理由，合起来却是货、车、房子全部在你名下。生意没做好，不等于骗你。旧债别写太多，12万给李浩买车，不能让建国知道。前6个月必须按时制造正常记录。聊天里说气话也能当真？周建国只负责担保，不占股份，不参与利润。说他不是投资人，是你亲口说的。投资说法却只有裁剪截图和亲戚转述。志强只是想把贷款办下来。办贷款，什么话都能写。银行只认合同，欠款能假，用途能改，贷款变投资，只有我的签字算数。不争说法，只处理资产，资产及款项处理清单。想拿走我家所有东西，只让贷款转走的东西回来。车不给，那就还12万。2万早花了。逐笔写清，货、车、房都在，不能只让担保人扛。确认资产，配不配合房贷，请表态。李浩，把车停下！你不是来解决，是拖住我们让他开车走。登记没签，车不能出去。货卸了，凭什么不让我走？你刚才为什么跑？这是我的车，车是你的，可12万首付来自志强的贷款。借条写了2年。借款人已停业，贷款进入追偿，还款安排必须重做。我没12万现金。那就公开车辆流水。车贷、油钱、维修，哪还有钱？有没有？流水说了算。先把车停回去。不是你让我开走的吗？原来真是你安排的。
瓷砖剩286箱，原来342箱，卫浴少9套五金少23箱，卖掉的收了多少？清货共7万6，钱去哪儿了2万给妈，1万8给李浩，2万6给志强，1万2还信用卡。那2万只是保管，都是去店里跑车花的。2万6拿去谈项目，能返还的先返还，其余逐笔交正证。用于周转不算说明。 2万还在卡里，现在转进贷款账户。这是我的养老钱，它来自担保贷款，不是养老金。先转。借款人已失去偿付能力，你要重定清偿方案。每月最多5000。先公开车辆流水，这是我的生意。那就别再车服务建材店。每月6000，卖车时余款结清。写进协议。房产在你名下，过户对价为0。我配合核查，债务处理前不得出售、抵押、过户。这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拿我的工资和房子谈时，怎么不说是我家的？我签。小梅，连住的地方也押上。不是建国要房，是我们先拖了他的家。现存货物怎么办？建清单，未经书面确认，不得转移。协议确认3件事：建国不是投资人，已代偿的11868元由志强返还，今后代偿依推赔偿，库存款优先还债。李浩按计划还12万，志强停止传播共同投资。你说我签过字就要负责，现在轮到你签了，我以后收入都要先还债。这本来就是你的债。银行的钱大家一起想办法，这张追谈协议能不能别离？只要你放弃追谈，咱们以后还做一家人。建国，志强已经还银行，这份追偿协议别留了。为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真追到法院，亲戚还怎么做？没有协议，最后谁承担？志强会慢慢还，他也说过3天归还，后来却把贷还说成投资。姑妈从小怎么对你，你忘了？没忘，所以我才签了第1章。那就再帮最后一次。担保合同我签了，银行找我，我不逃，但赵志强借的钱必须由他还。你们是亲表兄弟，亲表兄弟，所以骗我就不用负责？生意失败不是故意的，失败能解释亏损，解释不了假账、买车、租仓库、转房子，更解释不了把我说成投资人。亲情不是免责书，我签错的字我承担，他做错的事儿也得承担。首批处置和返赔款共10万5千元已进入还款账户，贷款还差多少？剩余金额按最新账单继续处理。工资账户能解除限制吗？我们已经提交了解除申请，但需要走法院审核程序，已提交调整申请。法院审核后会处理超出保全需要的部分。还没结束？没有，但借款人已恢复还款并提交处置方案。剩余库存卖掉，我继续补。每一笔都进还款账户，不收现金，不转个人账户。写进协议。厂里8600互助款，下月起分期还。先还。爸，我模拟考进前10了。培训没白上。这件事结束了吗？还没有。房子还会有事儿吗？现在有律师、协议和处置记录，我们会守住。你后悔签字吗？后悔没看清，也后悔瞒着你妈。以后每笔钱、每份合同都不能再瞒。家里的事儿，3个人都要知道。各项协议都在履行，建国的代偿款也已计入追偿清单。哥，那11868我先还，剩下的按协议还。不只还我，还要还员工、供应商、银行，也还给你签过的每个名字。当初他说只签个字，世上没有只签个字，名字落下去，责任就跟着落下去。所以签字前要先看清写的是什么，还要看清替谁承担，更不能瞒着真正和你过日子的人。亲戚可以帮，但不能拿妻子、孩子和房子证明感情。